阿山，哥，从今天起，你是二嫂师傅。张哥，走吧。镇上那边有个小食堂招临时厨工，我想去试试。陈长河说的对，路不只回陈家一条。我以前总觉得一把勺子就是饭碗，现在呢？现在才明白，饭碗端不端得稳，靠的不是勺子，是人品。爸，陈家的灶没丢。以前我以为守招牌就是守住几个老厨子，后来才明白，守招牌是守住规矩。长河，明早还有一场乔迁宴，菜我都合好了。来了。今天谁带东区？我带。记住，先看老人桌，汤别凉。明白。乡亲们办席，图的是热闹，也是安心。咱们端出去的不只是一碗菜，是良心，是规矩，是乡里乡亲的信任。哥，豆腐丸子一桌没差。我看见了，没给你丢脸吧？今天你不是给我长脸，是给自己长本事。今天这摆桌寿宴，热、稳、足、清楚，这个匾你们当得起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匾，是大家一碗一碗端出来的。长河挂正了，再往左一点。好看。摆桌寿宴辛苦大家，工钱、奖金，账上都写清楚了。长河，给多了吧？该给的。账目公开，谁干多少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长河挂正了，再往左一点。好看。陈老板，我是镇东刘家，老爷子80大寿，想办摆桌寿宴。摆桌，这是大喜呀！日子、人数、场地，我明天去看，看完再定。我们就认你们是丹田。合作队第一场大考来了。哥，摆桌寿宴，咱接得住吗？陈老板，今天来的亲戚多，镇上也有人来。这是给咱示范店立威，也是在考咱。按昨天排好的来，东区30桌，西区30桌，中区40桌。豆腐丸子组就位。今天你带一组灶。肉菜都按区分好，谁也别串。东区扣碗进笼。豆腐丸子小火，不准大滚。阿山哥，西区催汤。先老人桌，再主桌，别乱。稳住。这个软乎，吃着舒坦。摆桌还能这么准时，不容易。看着人多，后头一点不乱。陈家这规矩真立起来了，这席办得有脸。这牌子不是面子，是提醒。提醒啥？提醒咱以后更不能糊弄人。洗菜组、配菜组、传菜组，每组都有负责人。账目和采购归我，谁拿一颗菜都得记。这么严？
盐是为你好，账轻，工钱也轻。豆腐丸子组跟我学，先洗手，再看表。阿山哥，你以前真只会搬桌子？所以你们别怕学不会，10桌1轮，先东边，再西边，脚别乱，菜别晃。阿山哥，我手笨。手笨不怕，慢慢练，别偷懒，别耍滑，就能学会。阿山现在真有师傅样了。本来就不笨，只是以前没人教。你还写章程？合作队要长久，不能光靠嘴。第一，明码标价；第二，不克扣食材；第三，不临时加价；第四，不拿东家难处挣钱；第五，工钱账目公开，这才像干长久似的。以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，是大家的饭碗。为啥帮我们又不收我们？帮你们是念人情，不收你们是守规矩。这话公道，不能谁闹谁有理。你现在是赢了，看我笑话是吧？我没赢你，那你赢了谁？我只是把陈家的灶重新握回自己手里。你也有手艺，以后踏实干，饭饿不死你。可我回不了头了，路不是只有回陈家这一条。陈长河，今天这碗饭我记着。记不记都行，以后别再挡别人办席的路。长河，镇里通知下来了。啥通知？陈家9大碗示范点审核通过。哥，咱真成镇上示范点了。长河真给咱村长脸。以前谁能想到，办流水役也能办成示范点？真没商量。没有，我们以后真改。改是给你们自己看的，不是给我看的。那我们咋办？我说了，急活可以介绍，债可以帮你们找人协商，但陈家合作队不收你们。你这是干啥？你不收我，我就坐在这儿，让全村人看看你多绝情。陈长河，你给我出来！咋了这是？马大叔求回陈家，陈长河没收。长河，他这是逼你。哥，要不我把他劝走？不用。马师傅，地上粮。哥，你要是真没吃饭，先吃。你少来这套。饭给你，不是收你。人可以有难处，但不能拿难处逼别人破规矩。你们想找活，我可以帮忙问镇上的临时工；想还债，我可以陪你们去找肉贩老许谈分期。那合作队？合作队不能进。长河，你不会真心软吧？心软不等于没底线。他们要讲旧情，我就把旧情讲清楚，欠谁的给谁的，亏在哪儿补在哪儿，账上都写着。我爸病重那年，陈家宴席队3个月没接上大席，那3个月，你们6个人的工钱一天没少。我爸走后第1年，淡季亏了2万3，我卖了家里1头牛，补了你们的年节钱。这些我从没拿出来说过。我念旧情，所以你们迟到早退我忍了，你们私下接小单我也忍了，你们嫌阿山笨不肯教他，我还是忍了。那你现在为啥不能再忍一次？
因为你们选在周家婚宴前夜，拿120桌客人的脸面逼我。那晚，旧情就两清了。长河，看在我们跟着陈家干了10年的份上，再给一次机会。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周家婚宴前夜，你们逼我分红的时候，想过这10年吗？我爸病重那年，淡季没活，我照样给你们发工钱。那时候，你们想过陈家的难吗？你们走，我没拦，工资我结清，账也两清。你真要做这么绝？我不恨你们，也不会踩你们。那你为啥不收？因为合作队要的是能守规矩的人，不是走投无路才想起规矩的人。急活我可以介绍，欠的钱我也可以帮你们联系分期，可陈家的灶你们不能再上。陈长河，你就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旧情？我们跟陈家干了10年，10年啊！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现在起来了，就真不管我们死活？你们等一下。这么晚，几位来抢单还是来举报？春桃妹子，我们来找陈长河。陈老板忙。春桃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今天真是来认错的。认错？你们也会认错？有事说，长河，之前是我们错了。我们不该在周家婚宴前夜撂挑子，不该抢你的单，不该说那些话，也不该举报。举报真是你们干的？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是真知道错了。陈老板，我们不求当大厨，切菜、洗碗、搬桌子，啥都能干。工钱你看着给，只要给口饭吃，我也能从帮工干起。当初阿山想学，你们咋说他的？现在倒愿意当帮工了。那不就能让大家都有活干？对，活要分出去，规矩也要传下去。那我能教别人做丸子吗？能，你先把自己教明白。办席队还招人，工钱日结，这靠谱？能，手脚干净，肯学规矩就行。我以前也不会，就会搬桌子。张哥，他们招人了，工钱日结，账目公开，怪不得人愿意跟他干。咱现在连肉钱都欠着。别念了，张哥，要不又想说回去？不是回去当大厨，哪怕从帮工干起，也比这样耗着强。张哥，真进去啊？都到门口了，丢脸总比饿着强。一会儿都别乱说，我来说。哟，这不是马家主厨吗？
那是谁乱举报？不但没问题，你们这套流程在乡村宴席里算很规范。谢谢，我们继续改。镇里最近想推乡村宴席规范经营示范点，你们有基础可以申报。示范点？对，以后承接集体餐也更有说服力。哥，这不就是好事吗？好事也更要小心。长河，要是真成了，咱以后就是镇上样板了，那不比老马他们强多了。哥，咱申请吧。申请可以，但释放点不是牌子，是责任。咋说？以后每场席更多人盯着，菜、账、人、流程一样都不能松。我不松。以后不能只靠我们几个人，要建固定队。招谁？村里手脚勤快的婶子，愿意学的年轻人，家里困难但肯干的人，都可以来试。肉、菜、豆腐都有来源票据，餐具消毒时间也写了。我们每场席一都记。长河说账清，心就清。带我们看操作区，这边请。别怕，平时怎么做，现在就怎么做。左边生食，右边熟食，中间不交叉。菜洗3遍，盆儿也分颜色。谁教你们的？长河教的。刚开始嫌麻烦，现在习惯了。你以前做过食堂？没做过，但办席给乡亲吃，不能凭差不多。这道菜谁负责？我。标准是多少？每桌1碗，丸子12个，汤底单独调，出锅前加青菜。为什么不提前加青菜？会黄，老人小孩看着没胃口。学得挺细。陈老板，你们整体做得不错。不错是啥意思啊？意思是举报内容没有发现问题。张哥，真举报啊？他后厨公开又怎么样？只要检查的人来了，谁都得慌。可他票据都全，那就说他流动办席不规范，人员没证，餐具消毒不清。我举报陈家9大碗，后厨不干净。采购单在这儿，餐具清点完了，豆腐丸子也好了。今天这场不大，20桌，稳得很。小场也不能松。哥，来人了！谁是负责人？我们接到举报，来做现场检查。有人举报你们食材来源不明，人员管理混乱。我们配合检查。
采购票据有吗？有。从业人信息有。餐具消毒记录也有。你们一个乡村宴席队，记录做这么细？想通了，我就说嘛，谁跟钱过不去？钱还你。嫌少？不是少不少的事儿，那是啥？靠出卖人换来的饭，我吃不下。行，陈长山会叫人是吧？那我就让他这后厨开不下去。干得漂亮！我刚才腿都软了。腿软没关系，心别软歪。哥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学。学手艺前，先学守规矩。今天这关，你过了。从明天起，豆腐丸子这道菜，你负责到底。张哥，阿山不来，小兔崽子被陈长河灌迷糊了。人家不来就算了，算了，他不来，学校长期单怎么抢？咱现在连散席都接不稳，还抢学校？张哥，咱得认清现实。现实就是陈长河抢了咱的饭碗。来我这边，我给你开双倍工钱。双倍？不光双倍，你把陈家9大碗的配料表、出菜顺序、学校加餐方案带过来，我让你当2灶。年轻人别傻，学了手艺就得换钱。那陈老板那边，你给他打工，他给你几个钱？人往高处走，不丢人。他跟你说啥了？没啥。阿山，过来看看。看啥？你的工钱、奖金、学徒补贴，还有这几个月每场戏的分成。我还有分成？从你能独立出菜那天起就有。长河早记着呢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这是你该拿的，不是赏你的。哥，马大叔说给我双倍。你想去吗？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想多挣，没错，人都要过日子。但你要记住，真正把你当人看的人，不会只在用得着你的时候才开高价。马师傅，你找我？你我现在叫阿山师傅了，可以呀。以前在我手底下，你就是搬桌子的，没想到陈长河倒舍得捧你。长河哥教我是看我肯学，他教你是想让你替他卖命。成了。传菜路线咋办？学校分3批，老师先，学生代表后，每批150份。长河，你脑子里咋像有张图？提前想过最坏情况。陈老板，太感谢了。先分餐。陈长河，你又来捡便宜。阿山，
第1桶豆腐丸子汤给老师去。明白。现在这些菜是谁送来的？陈家9大碗的陈老板临时救场。这鸡块不够500份，切小点儿，保温桶也不够，先用塑料顶装，到学校再倒。这不合适吧？你懂还是我懂？吃的是气氛，不会盯那么细。张哥，这不是村席，真出事不好收场。胆小就回家去。马师傅，第一批老师马上来了，菜怎么还没分好？马上。张哥，这汤路上撒了一半，鸡块也凉了。陈老板，你现在能不能来学校一趟？陈老板，学校这边菜出了问题，你能不能救场？又来了，每次都让咱擦屁股。学校现在多少人没吃？第一批100多人，后面还有。 20分钟到。哥，咱哪来那么多菜？敬老餐方案的备料还在，改成教师餐，来得及。豆腐丸子进汤，鸡蛋羹分盘，青菜汤少盐。肉菜不够，先保证第一批吃上热的，后面加南瓜蒸肉。学校有学校的要求，我先看菜单。不就是怕输？别装了。500人，教师和学生代表一起用餐，需要分批供餐，还要保温。对，这个报价做不下来。你做不下来，不代表我做不下来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质量守不住。陈老板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只看便宜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提醒，500人不能赌。主任，你看见没？他这是输不起。这是我的方案，你们可以留着参考。价格确实比马师傅高不少，我还多送1道鸡块。那祝教师节宴顺利，需要帮忙可以随时打电话。哥，学校单咋样？给马大厨了。又让他低价抢了。他咋总这样？学校也是，光看便宜。别这么说，人家有预算。那咱准备的方案不白做了？不白做，留着。学校图便宜，先拿下再说。你每回都说先拿下，拿下以后呢？谁填亏空？你怕亏就别干。当初也是你说离开陈家能发财。刘二货说的也没错，咱出来以后哪天不是陪笑结单，还欠着肉钱。以前在陈家，工钱至少稳。你们现在怪我？当初要分红，不是你们一起喊的？是你说陈长河了底攒3天就关门，结果人家越做越红，咱倒快没米下锅了。走开呗，大货！他们咋自己吵起来了？抢人家生意，自己先乱了。学校这单要接也行，账得摊开。对，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。行，学校这单办完，赚了平分。亏了呢？你看，你自己都不敢说。张哥，陈长河也去学校了。陈老板，你来晚一步，马师傅报价更低。
500人，这单要拿下，能挣不少。不止挣钱，还能压死陈长河。主任，教师节宴还没定吧？我们马家老灶可以接。你们有学校活动餐经验吗？做了20年大席，啥场面没见过？价格比陈家低。低多少？2成。镇中学教师节宴，后勤主任想让咱去谈。500人，比敬老活动还大。学校餐和村席不一样，要少油、准点，分餐清楚。咱能接吗？能，但要先看场地和运输。长河，马大叔去学校报价了。学校单拿下了，你报多少？这价太低了，500人光肉菜都压不住。长河，我家寿宴就定标准席，你别给我省料，我也不跟你讲价。预算够标准席，我就按标准做；钱不够，也有实惠席。不贪便宜了。今天在王家，我算明白了。明白啥？办席便宜几十块一桌，丢的是一家人的脸。日子给你留上。刀别乱，肉和豆腐要吃进劲儿。哥，我以后真能上灶吗？想上？想。以前马大叔说，我这辈子也就搬桌子的命。别人说你是什么命不算，你自己肯不肯学才算。再这么干，咱撑不过1个月。要不别跟陈长河打了，咱回去认个错。谁敢提回去，谁就滚！那你说咋办？抢一场大的，只要赚1笔，账就平了。哪儿来的大单？镇中学教师节宴，500人。马师傅，今天这席我不满意。菜都上齐了，你还想咋？上齐不等于办好，花低价就别拿陈家标准要求我。当初是你说，比陈家便宜，还比陈家体面。今天这单没赚，还倒贴了油钱和碗筷钱。再这么便宜接，咱早晚赔光。可不便宜，东家就去找陈长河。都怪陈长河，要不是他搞什么9大碗，咱能这样？张哥，9大碗是你要抄的，低价也是你定的。马师傅，上回30斤肉，这回40斤肉，加一起2800，今天该结了。老许，再宽2天。我卖肉也要本钱，
你们办席收现钱，咋到我这儿就没钱了？没挣钱还有钱喝酒？王家这单收了3600，肉菜1900，碗筷600，油盐柴火300，人工还没算。那不是白干？还欠肉钱，便宜30%，东家还嫌菜不好。你懂啥？第一单是打名声，名声打出去了吗？我看是砸出去了。你啥意思？这肉腻，咬着也柴。这丸子咋不成个儿？汤也淡，像忘了放味儿。马师傅，客人说菜不行，众口难调，便宜30%，还想吃成啥样？这话你定席时可没说。张哥，我早说肉不行，豆腐水太大，丸子挂不住。前面催第3轮菜。催！他们花几个钱，架子倒不小。张哥，这样做咱招牌会砸。招牌，咱现在先活下去。还是陈家菜单看着稳，便宜30%，吃得一肚子气。王家那边咋了？菜上的倒是快，就是味儿不对，料也虚。陈老板，你们实惠席多少钱？按桌数和预算算，不乱报。我家下月寿宴，先给我留个日子。哟，连每桌几斤肉都写，写清楚，省得后头扯皮。那马家便宜30%，你们不便宜？我们有实惠席，但不偷料。这话硬气。花钱办席就怕糊涂账，这个看着踏实。咋这么肥？你要便宜的就这批。张哥，这肉做扣我不香啊，多放酱，多炖会儿，谁吃得出来？还有钱，上次的也没结，记账，再记就不给送了。张哥，这么干不稳，稳不稳？先抢到单再说。马师傅，今天30桌，你可别让我丢脸。放心，陈长河会的我都会，他不会的我也会。白板好和老钱关火。这肉出油太多，多倒点汤压住。丸子有点散，多裹粉。健康好，不出口了是不是？这肉咋一股油腻味儿？
行，你做9大脸，我也做9大脸，还比你便宜3成，你这是抄！菜又不是他陈家的，从今天起，全镇都有马家9大厨。办席找马家，老厨子掌勺，便宜又体面。咋也叫9大碗？不是陈长河先做的吗？9大碗是老祖宗的，谁规定只有他能做？便宜3成，倒是划算。今天定送一道肘子，比陈家低3成。哥，马大勺也做9大免，还便宜3成。他要不要脸？连菜名都照抄。咱也降价吧。不降，不降单就被抢了。能被低价抢走的，迟早会走。咱不能为了抢回来，把食材和工钱压下去。那咋办？把3档菜单贴出去，让东家明明白白选。你这菜看着不呛眼，老人牙口弱，吃的是舒服，不是热闹。要是有人嫌没排场呢？活动餐不是摆货，是照顾人。肘子香，就是咬着费劲；鱼有点辣，汤油厚，喝2口腻。老人家，席面菜就得有味儿。这个豆腐丸子软，南瓜蒸肉好，甜口不腻。青菜汤清爽。王主任，我这菜硬，镇上活动有面儿，面子重要，老人吃得下更重要。他那菜太寡淡，可以按老人身体情况微调盐油。我也这么想。这次活动餐给陈家9大罐。王主任，你可别被他那套表面功夫骗了。你赢一次，不代表你真比我强。我没想跟你比。少装清高，你不就是会写几张表，搞几个木牌？规矩不是装的，是给吃饭的人看的。300份活动餐，镇里的单，要是做成了，陈长河名声就到镇上了，咱更抢不过了。谁说抢不过？明天我也去镇里。马师傅，王主任，听说镇上要办活动餐，我也想试试。论做大锅菜，我可比年轻人有经验。既然都想接，那就试菜。明天上午各做5道菜。明天让你看看啥叫真正的老灶功夫。年轻人办1、2场村席，不代表你懂大锅菜。排场必须压住他。哥，咱菜看着是不是太素了？今天不是比排场，是给老人吃饭。这肘子看着有面子，香是香，就是油大。
镇里活动餐？对，敬老慰问活动，300份热饭热菜。什么时候？下周2。老人多，要求准时、干净、软烂，不能太油。怎么，接不了？不是接不了，我要先算人手、灶口、运输和保温。你这态度我喜欢。300份，比一场30桌还多，而且要送到镇上，路上不能凉。菜要改，老人版9大碗，不要大油大辣。那做啥？软烂扣肉，清炖鸡块，豆腐丸子，南瓜蒸肉，青菜豆腐汤。听着不冲，但稳。老人吃得舒服，比排场重要。哥，咱桶不够，明天去镇上租，钱又得花不少。该花就花，不能让老人吃凉菜。哥，你咋总先想别人吃的舒不舒服？办席的人嘴上吃的是菜，心里记的是人。赵家满月宴，25桌，粉蒸肉每桌1斤2两，扣肉每桌1斤。肉是老许肉铺今早送的，票据在这儿。青菜洗3遍，第1遍去泥，第2遍换水，第3遍过清水。豆腐当天送，当天用。这比我家洗的还细，怪不得吃着放心。你怕我看？不怕，是规矩，谁都不能乱碰。9大碗不是凭感觉，每桌一样，东家才不吃亏。以前办席，有的桌肉多，有的桌全是菜。以后陈家办席，主桌散桌一个标准，装的再好看，味道不一定行。等上桌，你慢慢尝，看着做，再吃进嘴，心里踏实。马大胡说人家用剩菜，看来是胡扯。今天这席我办得放心，也有面子。侯师傅，味道咋样？一般。一般你还喝了2碗汤。陈老板，镇里有个300人敬老活动餐，想请你谈谈。长河，这么多人看会不会乱？只看不进操作区。春桃姐登记，阿山维持路线。想看的排队，别挤，手别碰菜。哎，还挺正规。我就想看看那粉蒸肉到底放多少肉。那就从称肉开始看。进去后盯着3样：肉、油、剩菜头，抓到1点就喊出来。看可以，先登记名字。我就瞅一眼，瞅一眼也得登记。侯小刀，来都来了，看清楚再走。谁来看你了？我路过。路过还戴草帽遮脸，这不是马大叔那边的人吗？他来干啥？挑刺。今天后厨公开，谁都能看，你也一样。我亲眼看着送来的，这肉肥了点吧？粉蒸肉不用五花，难道用柴火棍儿？
长河，我刚在村口听见有人说你用隔夜菜，谁说的？还能有谁？马大叔太不要脸了，咱得骂回去。骂不干净谣言，那咋办？让他们看。后厨公开，办流水席还有让人看的，看得越清楚，吃得越放心。那我可得去瞧瞧。张哥，陈长河把后厨公开了。他这是冲咱来的。要是真没问题，咱不是帮他宣传了？急啥？后厨越公开越容易出错。啥意思？找个人混进去，只要抓住一点毛病，他就翻不了身。这不太好吧？你还想不想吃饭？你这整的跟镇上食堂一样。乡下办席也得让人放心。要是有人故意找茬呢？怕找茬，说明咱心里虚。长河说的对，咱手干净锅干净，怕啥？还知道回来，我差点以为你给李家当长工去了。春提姐那边真差点砸了，砸了也活该。何家汤上了吗？上了，没乱。这个软，牙口不好也能吃。长河，你这菜安排的细。寿宴老人多，油不能重，肉要炖透。以后我家办席还找你，应该的。李家贪便宜，差点丢人，何家这席就稳。以后办席不能只看便宜。哎，你们别被陈长河骗了。骗啥？他那9大碗提前做好，回锅一热就上。你们吃的是隔夜菜，不能吧？今天看着挺新鲜。新不新鲜？你们又没进后厨看。还有那肉，便宜边角料一搅，谁吃得出来？我在灶上几10年，这点猫腻我一闻就知道。谁让你来的？东家叫我来的。这里不用你。马师傅，菜都断了。这汤好喝，豆腐丸子也实在。这是陈长河送来的，你早请人家不就完了？长河兄弟，这钱你拿着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家脸就丢尽了。材料钱够了，多的不用。我之前不该退你单。你花钱办席，选谁是你的自由。以后我家所有席都找你。以后先把桌数说准。他不是来救场，是来踩我脸。今天要不是陈长河，李家这席就完了。马家老手艺也就那样，便宜2成，差点少吃2道菜。张哥，咱今天确实乱了。闭嘴！那陈长河也没当众拆咱台，啥意思？他装好人才最毒。你不是说请了老厨子吗？干什么？主桌菜都不齐，连果都不齐，这像啥话？我早说别贪便宜，你非听马大夫。你打给谁？陈长河，你刚退了人家的单，现在顾不上脸了。不去，他退咱单，还让马大叔抢活。对，让他长记性。陈哥，我知道我不地道，可今天是乔千燕，求你了。地址不用说，我知道。你真去？何家寿宴这边不能乱，备用菜分一半，主菜不动。
哥，他刚才还信马大糟，东家有错，客人没错。那马大叔呢？我不是去救他，是去救席面。阿山跟我走，春提姐你守这边。你这个人心太硬也太软。长河兄弟，我先上菜。这味儿像陈家9大两，不会是陈长河来了吧？哥，李家那边开席了。哼，让他办去，抢来的席掖着才好。春桃姐，我就说说，哥，你真一点不气？气解决不了席面，菜做好才是正事。今天何家寿宴，不能比周家差。咋还不上菜？说是老手艺，咋比陈家慢这么多？这肘子咋像被风刮过？汤也淡。马师傅，菜量是不是少了？临时加桌，能上就不错了。可你说能办？张哥，第4轮菜没料了，再上只能上青菜汤。我亲家那边还没上全菜，你让我咋交代？谁让你临时加20桌？是你说能办？要不找陈长家借点菜？第一单抢回来了，张哥，便宜2成还送肘子，咱还有赚吗？你懂啥？先把陈长河压下去。那肉量咋算？差不多就行。乡下办席，谁还一片片数？可现在人都看陈太和那套表，他那叫装样子，咱靠的是老手艺。马师傅，今天40桌，别出岔子。放心，比陈长河那花架子强。张哥，不对，啥不对？亲戚临时多了，东家说要加到60桌。马师傅，再加20桌能不能上？能。张哥，肉不够，鱼也不够，碗筷只足了40桌的量。肉切薄点，鱼剁小点，汤多兑点水。这能行吗？客人吃的是热闹，不是称肉。放心，包你体面。长河兄弟，我不是不信你。那你退啥单？马大叔说，他给我便宜2成。他这是抢单。我家刚盖完房，手头紧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能理解。长河，定金退你1分不少。你不拦我？办席是你家的大事，你有权选。哥，他明摆着被忽悠了。阿山，我只提醒一句，菜单、桌数、肉量、上菜时间都要让他写清楚。他是老厨子，应该不会差。希望如此。你咋真退了？那可是咱火起来后的第1单。马大手都骑脸上来了。订单能抢，口碑抢不走。可它便宜啊。便宜不是错，
靠偷料便宜才是错。万一他真办成了呢？那说明东家选对了，咱认。那要办砸呢？咱也别看笑话。张哥，陈长河又接了3单，哪3家？李家乔迁，何家寿宴，王家满月酒。这下他真火了，火大了才好灭。咋办？明天去李家，告诉他们我们便宜2成。那不赔钱？先把单抢回来，再说钱。哥，咱真起来了！1天3单，老爷子要是看见，得多高兴。从明天起，所有采购、配菜、出菜都按表走，谁也不能凭感觉。为啥？订单越多，越不能乱。你是怕马大叔抢？长河兄弟，要不我家乔迁宴先退了吧？为啥？马大勺说他便宜2成，还说他才是真正掌勺的。我家乔迁下周3 40桌，我娘60大寿下周5 50桌，我家满月酒下周6 25桌。哥，全接了吧？这可是好事儿。先看日子，再看人手。周3乔迁能接，周5寿宴能接，周6满月酒，最多25桌，不能再加。为啥？我加钱。不是钱的事。以前马大厨都是先收钱，我不那么干。席面砸了，丢的是东家的脸。这话实在。9大碗分3档，实惠席、标准席、体面席，还有档位。预算不一样，不能硬撑面子。花多少钱吃多少料，提前说清，后面不扯皮，也不临时加价。这规矩好。办席最怕糊涂账，那我定标准席，我也定标准席。我娘寿宴，定体面席。周书记，您真定啊？真定，今天全村都吃见了，我还怕啥？还是9大王，菜你定，我放心。周书记满月宴又定陈家了，听说定金都交了。张哥，真让他起来了？要不咱缓缓？缓啥？他才办成1场就有人捧，咱们在灶上摸了20年，还比不过他。可今天确实好吃。好吃？那是你没吃过我认真做的。哥，咱是不是算站住了？才刚开始。你还担心马大厨？他不会认输。他还能干啥？抢单、压价、造谣，一样都不会少。那咱咋办？把菜做好，把账做清，把人带稳。陈老板，我们都想订9大碗，我家乔迁宴，我娘60大寿，我媳妇儿满月酒。哥，3家抢着订席。
他能做，咱们也能做。做啥？9大碗，招牌是他的，手艺是咱的。明天咱们自己开队。那第一单抢谁家的？就抢陈长河刚接的满月宴。哥，我腿都不是我的了。但今天没端一道菜，也没让东家骂一句。咋样？亏没亏？没亏，比旧油流水席省了2成人力，浪费少了1半，还赚钱了。赚得干净才踏实。爸，第一场没砸。以前我总怕撑不起陈家招牌，今天才知道不是我撑不起，是我一直没敢上桌。长河，有人找。长河，今天辛苦了。应该的。我二闺女满月宴，下月初8，桌数不多，30桌。你别胡说！哼，粉蒸肉下面垫红薯，不就是少放肉？每桌肉量写着，东家也看过，红薯是搭配，不是遮掩。咋了？周书记，我怕你被人糊弄，这席面看着热闹，实则省料。周叔，热马桌，买了多少，用了多少，剩了多少，都在这儿。账清楚，料也对。办席还能这么记账？这比以前放心多了。以前一场席剩得乱七八糟，今天刚刚好，东家不浪费，客人也吃饱。长河这娃以前不吭声，心里有数啊。马大叔他们走了，倒走出好席面了。这话我爱听。张哥，今天这事儿……闭嘴！周书记又把满月宴给他了，那以后村里人是不是都找陈长河了？可他这9大碗确实有章法。章法？他那是偷咱们的昼夜。可这些菜，咱们以前也没这么上过。等着，他早晚露馅儿。这9大碗可以啊，热乎实在，不花哨，比以前那大盘子好，吃着顺口。我看这席面比老马掌勺还香。长河，我家二闺女满月宴也交给你办。哟，周书记又定一场，这是认可陈家了。老周，你不再看看？不用看，今天这席办得稳。周叔放心，下次只会更稳。一场席而已，就把他捧上天了。陈长河，你这9大碗唬得了外行，唬不了我。你还来干啥？我来看看你咋偷工减料。
第一碗还是热的。哎呦，还真是热菜，这肉片不薄啊，软香不塞牙。上面红薯甜。第一碗热有啥用？后面肯定短。东边10桌，扣碗机走。西边10桌，汤来了。别乱桌，一轮一轮走。老周，这鸡炖得好，肉烂，味儿还在，汤也清亮，不糊嘴。周叔，煮桌汤，小心烫。长河，你这流程咋排的？先蒸后烧，先老人后小孩，先煮桌后散桌，菜不能乱，人就不乱。张哥，这菜好像真没断，而且村里人都说好吃，是不是咱以前太慢了？你少长别人志气！哥，你还备了这些？办席不能只靠一条路。煤炉够吗？蒸扣碗用煤炉，汤锅上液化气，鱼块用大铁锅。长河，我家还有干柴，全给你拉来了。我男人也去借柴了。火炉分3条，谁也别乱。听说陈家厨子全跑了，可不是嘛？昨晚就跑了，那今天能吃上热菜吗？老周，要不咱临时从镇上订菜？再等等。等吧，等到集市过了，看他咋收场。阿山，第一轮10桌粉蒸肉先走，明白？汤已经开了，扣碗透了。开席。长河，你爸在的时候，我最信陈家宴席队。我知道，可明天不是小席，120桌，亲家镇上干部全村老少都来。周书记，我们已经在备了。备是一回事，能不能上桌是另一回事。你给我一句实话，你能不能办？周叔，原来的老流水席我不办了。啥？明天办陈家9大碗。粉蒸肉、扣碗鸡、酥肉汤、梅菜扣肉、红烧鱼块，这不是少菜吗？不是少，是稳。每桌9道主菜，2道凉菜，1道热汤，分量写死，时间写死，上菜顺序写死。谁掌勺？我。周叔，你尝一口。这是你做的。长河，我信你最后一次。但明天要是砸了，不光陈家的招牌没了，我周家的脸也没了。我明白。你比你爹还倔。我爹说，办席的人手可以累，账不能脏。明天我去吃席，看看你这9丈碗到底有多硬。补到了，补到了，开始腌。长河，你去眯会儿吧。菜没进笼，我睡不着。哥，你真会啊！我爸教过，只是以前轮不到我上灶。长河，你这些年为啥一直忍？我爸走得急，队里人心不稳，那时候硬碰，陈家招牌就散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钱攒够了，菜单稳了，
人也看清了。那马大叔他们不是今天才变坏，是今天终于藏不住了。长河，周叔，村里都传开了，说你家6个厨子全跑了，是真的。明天是我儿子婚宴，你让我咋跟亲家交代？那明天咋办？粉蒸肉减厚不减量，底下加红薯，梅菜扣肉保留，酥肉汤多加豆腐丸子。能行吗？能，但还得补肉。这么晚去哪儿买肉？邻村老许屠户家。他愿意开门吗？我爸活着时帮他办过不要钱的丧宴，他欠陈家一个人情。长河哥，你是不是早想过会有今天？我想过他们会走，没想到他们连肉都不放过。谁呀？大半夜的。许叔，是我，陈长河。长河，出啥事儿了？明天120桌婚宴，五花肉少了30斤，我要补肉，现钱。这时候补肉，你家厨子呢？走了。进来，挑肉。30斤够不够？再加10斤前腿肉，豆腐丸子里用。钱不够先欠着。不欠，办喜事的肉账要清。春桃，咋这么急？明天周家婚宴，厨子撂挑子了，那还办啥？这不是要命吗？长河呢？长河在里头呢。婶子们，今晚辛苦大家，工钱现结，活儿不脏，就是洗切装碗。你掌勺？我掌。王婶洗菜，桂花婶切配，三妮嫂装碗，阿山管传太路线。传太还有路线？120桌，乱跑就乱套。明天从东边10桌开始，每10桌1轮。这比以前细多了。以前靠人吼。长河，你这话中听。以后靠规矩。鸡够，鱼够，豆腐也够。五花肉呢？这筐是，这筐也是。长河哥，不对，少了多少？少了30斤。
下午明明还在，肉咋会少？肯定是马大叔他们。这帮人也太缺德了，婚宴的肉都冻。没有证据，先别吵。这是老爷子留下的。我爸当年说，流水席不能只靠大厨脾气，得靠规矩。这上面连肉切几片都写了，每桌几碗，每碗几两，先蒸啥，后炖啥，全写着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从他们第一次拿料托子威胁我那天起，我就在准备。粉蒸肉、扣碗鸡、酥肉汤、梅菜扣肉、红烧鱼块、豆腐丸子、八宝甜饭、蒸南瓜、酸菜华瑞汤。这就是9大碗。老人吃得动，孩子吃得饱，东家有面子，客人有热菜。可明天120桌，人手不够。春桃姐，你去喊村里几个婶子，手脚干净，肯干就行。灯还亮着呢。装呗，说不定在里面哭呢。你们真不干了？那周家鬼宴咋办？咋办？办不成呗。没有我们，他陈长河连灶都点不明白。最多天亮，他就来跪着请咱们。我家宴席队在镇上干了10年，全靠6个老乡厨撑着门面。他们也知道自己值钱，所以专挑村支书儿子婚宴前1晚逼我分红。没了我们，明天100多桌酒席，你连1碗热菜都端不上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场婚宴，我等的就是他们撂挑子。你们咋不切了？明天一早就开席了。陈老板，我们哥儿几个有话说。说，这宴席队干了10年，能有今天，靠的是谁？你心里清楚。乡亲们认的是我们这几口锅，不是你这本账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场席面我们哥儿几个抽3成。还有呢，以后接谁家的席得我们点头，招牌也得改。改啥？陈家宴席队改成马家主厨。你们挑今天说。就今天，周书记儿子的婚宴，明天120桌，你不敢不答应？马大叔，你们这不是商量，是逼人。春桃妹子，话别说难听，我们这是凭手艺吃饭。没我们，明天谁掌勺？他陈长河会啥？会算账？一锅红烧肉嘛，他能算明白吗？说完了。一句话，答不答应？长河、马大叔、刘二火、赵胖锅、孙麻子、钱老三、侯小刀。这个月工钱算到今晚，1分不少。你啥意思？你们要走，我批。陈长河，你想清楚，没了我们，明天这席面就得砸。想清楚了，周书记不会放过你，那是我的事。到时候你哭着求我们回来，可就不是3成了。不会有那天。行，兄弟们，走。长河，明天咋办？把老菜单拿下来。啥？今晚换9大碗。张狂啥？他还真敢让咱走？我看他是吓傻了。明早周书记一来，他就知道锅是铁打的。哼，别走远，就在村口小卖部等着。等啥？等他来求。张哥，我听说马师傅他们走了。不光走，还挑明天婚宴前走。那咱完了呀！完不了。可我只会搬桌子。今晚开始，你会传菜。那谁掌勺？